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大家看哦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。这次呢，我们又来到上次的 Townhouse。那上次呢，我们进行拆除的工作，第一天开工。接下来我们经过大概3天的努力吧，我们已经把拆除基本完成了，然后做完一些基础的油漆准备工作。地毯真的是非常的脏哈。有兴趣想看地毯到底有多脏的好朋友啊，请点击右上方的链接哈。同事今天跟我讲说遇到了一些问题，那工作呢不好进行下去，请我一定要过来处理一下，也顺便呢带大家一起来看看，经过3天的努力，我们完成了些什么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首先呢，这是这个车库，好，我们做了一个隔断，啊，留了一个门洞，好，让这个本来狭长的车库，然后变出来一个室内的空间。那各位一定很奇怪，车库能够这样修改吗？这是我们经过Strada申请许可的，也是呢，这个屋型Strada是同意我们可以做这样修改的。当然啦，我们隔出这个房间呢，我们就必须要把车库的遥控器，摆放到我们要隔断的墙之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车库里面还是可以控制车库遥控器。来，我们看，油漆前的准备就是我们要把墙面，我们要都把它补平。我们看，好，这是我们第2遍的灰板墙，也就是我们上完这个墙面之后，我们要把墙整个抹平。那目前第2遍已经做好了，接下来就能上底漆了。再到楼上看看，大家看我们地毯都已经完全拆完了，留下来的一些墙洞做了一些修补。好，现在已经在做把也不能油漆到的地方包覆起来，包括窗框的下面，还有一些线条的部分。来 ，Patrick， 我们这边还在继续的补土哦 ，Kevin， 那这边还在补土哦。刷漆之前，这门框这个部分也要打磨，然后上面有缺损的地方我们要修补一下。补土也大概完成了70%-80%了。本来屋主呢要更换这个地板，它的地脚线不去做更换，但是因为我们地脚线实际拆下来，一来太过于旧了，一拆就断掉了，那破损的地方其实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我跟屋主讨论过之后，我们要把它地脚线全部做更换，像厕所的地脚线也都拆了。那窗框呢，我们这窗台要进行喷漆，那所以我们要把窗框做基本的包覆。那喷漆的时候呢，我们才不会让喷溅的粉末沾到窗子上、窗台上。像这些百叶窗的这些部分，我们都要拆掉。好，这是我们油漆的前置作业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到底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需要来处理一下，才能让工作进行得更顺利。主要的遇到的状况呢，在这里。这个 Townhouse 它的楼梯有3个地方，这是1楼到2楼的，这里呢是2楼到3楼的。那我们看这个位置哈，这个层高相当的高，在这里到上方还有4米到5米。那在这个楼梯间呢，我们要放伸缩梯。来看看我们的伸缩梯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伸缩的高低梯，好，它是可以架在楼梯上面的。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楼层非常的高。那即使我们站在这个伸缩梯上呢，你看，现在是在最上面的一层，我还只能勉强的碰到天花板线，因为我们要刷墙，我们一定要做到天花板线。那如果在下方这边，我们就一定碰不到了。这一场呢，我们就不能用这个伸缩梯。我决定呢，自己做一个简单的高低脚手架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平台怎么做吧。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哈，这边楼梯是有标准尺寸的，那这边楼梯呢，宽它一阶是9又1/2寸，高度呢是7又3/4英寸高。一层楼比如说从1楼到2楼或2楼到3楼，我们叫一层楼。一层楼梯呢大约是14到16阶。那这是Townhouse，那Townhouse呢通常都会只有14阶，因为楼层比较偏矮。这种板架呢，我们也不要打太大。我们希望这个之后呢，我们还能够把它拆掉，
然后再重复的利用。所以呢，我们做7阶的楼梯就好。9又1/2英寸乘以7是66寸又1/2。高呢7又3/4英寸乘以7的话是54又1/4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裁这个 2x4， 我们要裁2条的66又1/2和54又1/4。在加拿大，我们所谓的 2x4 就是这种结构木哦。所谓的 2就是指它这边叫做 2， 其实它没有 2啦，只有1寸半。然后 by 4就是这个宽，它是 by 4， 好，这叫 2x4。好，那我们要裁出66又1/2和54又1/4。54又1/4这边呢，因为我们待会要让它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多切一点，我们要多切一块 2x4 的高度下来。4又1/4这边画出来，然后呢，再多一块 2x4 的。好，这里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切好了哈，2条66又1/2，然后2条54又4/4，再多一块的高度。我们要把这2条并成一条平行线，然后中间呢，我们这边要加一条木柱，加一条木柱，加一条木柱。安全起见，我们加4条，尽量不要在这个中间这个受力点，这个受力点它比较脆弱，不要在这个中间打搭接。现在我们来切这4个架子，宽度呢？小李哥觉得最好的就是24寸，我们就用刚才剩下的木头，我们要切4条24寸。搭接是一种利用开槽让2块木头结合在一起的方法，这是一种简单的卡榫结构。使用卡榫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不必使用螺丝。做这种工地支架，我们必须要考量方便拆装，所以呢，搭接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咯。这4条的24寸我们做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标记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最主要是要顾到强度。我们在这边先画头这里，先画一条线，再把它立起来。看这里，再画一条线。好，同样的这边呢也是一样，这个头先把它画一条线，再立起来，画一条线。那中间呢，我们要找到2个点，去放在中间。所以这边抓一支15寸，这边抓一支15寸，在这里，然后在这里画一条线，画一条线，这里中间画一条线，画一条线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这里呢，这4条，我们进来1块木头的距离。好，这边原则上呢，我们抓1寸4/3，好，做上标记。我们这里要做标记，为什么我们要做标记呢？因为这里我们量1又4/3是进来的，那这里呢，在这边呢，我们做搭接，我们要量一个反向的1又4/3，这个是直角尺，我们这样就可以画一个直角出来了。这里搭接的是1又4/3这个部分，我们切掉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要做1又4/3，我们保留。所以呢，这要反向的话，1又4/3。如果呢要让2块木头接得平整，搭接的开槽一定要切得准确。1块木头切了多少尺寸，和它搭接在一起的木头就要保留多少尺寸。1正对1反，1凹对1凸，尺寸要正确，受力的分配也才会平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我们画叉的木块给切掉。我们其实是可以用锯台去做，但是呢，因为我想要顾到强度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还是用正中锯慢慢切。这就是正中锯。利用这次的机会，小李哥也和大家强调一下工地安全的重要性。加拿大呢是一个人命关天的社会，任何事情都不会比人身安全来得重要。常常有朋友问我，要怎样才能选到一个好的装修团队呢？其实光看工地安全这一点，就可以大概判断一家装修公司的好坏了。有没有使用施工安全的保障设备？有没有加强工地防电和防火的教育？
有没有施工人员的工作人身安全保险？如果一家公司连工人的安全都照顾不好，那他怎么又会在意您的施工品质还有施工进度呢？而且就法律责任的一面来说，工人如果在您家中施工发生意外，您是要负担汤药费以及其他相关的赔偿损失的。所以呢，您除了要选择一家重视员工安全的装修公司，你也有责任要求工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，不可以出现任何可能造成危险的行为。好，这个我们先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试着搭接看看嘛。所谓的搭接呢，用这边的凹槽配上这样的凹槽，这样打进去。这个我们在木工上叫做搭接。这中间呢就是提供支撑。那待会呢，这是在做的时候，这不用太紧。为什么不用太紧？我待会再跟大家讲。好，搭接进去。好，这就是所谓的搭接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构出来。我们还需要2支材料，这2支材料呢，我们也切24寸，然后再来切45度角。好，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支撑那个杆子，让它确保它是直角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2个固定在一起。搭接的我们先拿掉。这个很简单，我们就把这里能够直角接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就是呢，我们要使用的是这种好8×2的2寸长的螺丝，然后这是方头的2号的方头螺丝。好，这2寸长的呢，它刚好可以入木头，然后到这边固定。好，那当然我们还要再锁进去一点。这样子让它有一点可以活动的空间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抓90度，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这一根去抓90度。当然啦，这只是辅助工具，我们就用木头稍微抓一下，这里是要90度的，大概是这个位置。那待会我们做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好标记，下次我们拆掉再重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按照原来的螺丝孔、钉孔做回去。小李哥的习惯是确保它不晃动，我一定会打4支。斜打的方式就是先让它入木头一点点，然后再把它斜过来。这里呢，在第2支，那这个第2支呢也是一样。这样一支直角柱就好完成了。然后另外一支呢，我会反过来做。这一支是这样子，那这一支呢，我会把它的角装在这边，装在这边。好，这样2支都完成了啊。那刚才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就这边呢，我们也不能给它留1根螺丝而已啊。这边我们要再补3支吧，总共让它有4支螺丝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的支架呢，我们就做完了。那我们拿到楼梯上面，我们来试一看吧。架了7层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拿东西来搭接，先做哪一支？当然先做这一支啊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套起来。这样。第2支。这里。好，
那这里呢，我们还少一根木头，我们看下面的脚其实会晃好。那我们下面再做一只，但不过这只呢，我们可以用螺丝去固定，好让它能够下面是稳固的，然后上面呢，这个搭接的，因为这里我们还要铺板子，板子还要固定。这一块的板子我们把它放上去，就是我们踩踏的板子放上去之后，那板子我们还会下螺丝，这下了螺丝之后，把这边等于是固定住了。好，这个搭接只是让中间有支撑，像它这样有支撑。好，那中间的板子才不会空。再去切一支24的。这一根呢，建议大家不要再打太下面，你打太下面的话，它没办法阻止它上面的晃动。我们还是打中间一点会比较好，这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刚才我们那2根木头，由是66又1/2，其实这个板子的强度可以支撑大概再多8寸，我们不要这么多，我们切72寸就好，72寸就刚好6尺，2块板子就可以并出一个24。为什么做2块板子？因为你若拿1块24的太重也不好收纳，拿2块呢12，我们后面它比较好放到我们的仓库里。板子我们要固定上去，我们用1/2/4的螺丝就好了。放上去。来固定。这不用打太多支哦，每个2支就好了。每根珠子2支就很稳了。现在的架子还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它往这边会晃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还要做一个支撑架，但是没有先做的原因是，我们要按照每一个楼梯去做调整。而这里我要做一根支撑架在这边，这边我们按照实际的距离去打。好，这边我看到的是16寸，好，我们等于切一根16寸，这里就可以卡住它了。这样就不会晃动。好，如泰山。我们再把椅子放上去看看。可以去给我们走上去给大家看看。你看，很棒吧？好，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能够住到天花板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您学会怎样在楼梯间安全的施工了吗？当然，小李哥今天只是分享我自己的方法。如果您觉得不错，请您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如果您有比小李哥更好的方法，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哦。工地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，我们都有责任让它变得更安全。希望看完这一集的影片，大家都可以认识到施工安全的重要哦。最后，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